如果不是内部动乱的话，单就先前以色列跟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军事性的东西，其实恐怕不见得是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其实这次确实在伊朗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空前危机哦。知道这次的动乱它太深沉了，它是从民生最核心的东西，因为被制裁太多年了，伊朗的社会里头，它的货币贬值到难以想象，所有的东西贵得离谱。一般吃肉的部分，从每个礼拜可以吃2次到每个月吃2次。中国、俄罗斯呢，它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是它能做什么？做的有限。美伊现在正式进入开战的倒数，今天特别关注到是伊朗现在也在备战美军了，包括了现在集结的，据传达到了2000万来自于巴斯基民兵在做动员。另一方面，俄中会不会也在介入，甚至或许是在观战而已呢？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伊朗现在叫战，要打击可能最终攻击的目标就是美军的基地，而另一方面是真的已经要打起来了吗？因为美国跟澳洲已经在启动撤侨，从伊朗撤出来了。美军现在高度戒备，是否已经站在开战的门口？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是伊朗现在蓄势待发，准备了包括了2000万的巴斯基民兵，加上2000枚飞弹，蓄势待发，和俄罗斯恐怕在这背后帮忙撑腰吗？伊朗有没有能力可以打击美军跟以色列呢？最后来看到的是，如果真的不幸开战了，双方开战，那么中国跟俄罗斯的角色会是什么呢？会出手相挺吗？还是冷眼旁观？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全面的解答。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放话了，他在社群平台上面特别注意到是以俄语来警告华府，他说你的态度已经严重的失算了，过去美国你就因为误判受挫，未来你也将会因为错误的计划导致你再度的失利。而他这次特别使用俄语，也被专家分析说是在显示伊朗正在快速的向俄罗斯靠拢当中。另一方面，伊朗的国会议员也开始警告美国了，如果你真的敢做军事上面的干预，那么包括你在中东的基地还有船只跟人员都会成为我们伊朗攻击的目标。这是来自于议长的最新说法，他说会让美军遭遇永生难忘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呢？我们从几个迹象来特别做观察。首先来看到美国跟澳洲的领事馆已经开始做示警了，空域随时可能要关闭，所以呢紧急发布了撤侨令。另一方面，白宫现在也发布了一个动员式的一个贴文，大写的字母是写着说：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愿上帝保佑美国，而我们现在才正要开始，这是第二个迹象。再来看到是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也现在不断的浮动，甚至是飙升当中。分析指出了，这是在美国在这中东地区的部署。他说，美军在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边已经部署了这一些先进的战机，搭配战舰，随时都会可能对伊朗地区发动空袭。而川普另外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面喊说要介入之外，在经济上的制裁也正式的展开。他说，跟任何有伊朗商业往来的国家将会被课征25%的关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税也被专家嘲笑说，是不是你川普无计可施，所以只能打出关税战呢？我们也要来看到，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现在美国祭出了各种的军事武器，在做准备的同时，伊朗在军事上面的准备包括了他声称拥有2000万的民兵正在动员，这个是巴斯基准军事组织，准备要来镇压这些抗议的群众，并且把这个矛头也对准了美国跟以色列。另外还准备了2000枚的飞弹。还有就是伊朗的国防部说啊，不只是他们自己内部有足够的武器，甚至现在还传出有量能可以做出口。他说，接下来其他的国家可以透过加密货币来跟他们买武器，而可以买伊朗的武器，包括了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战舰，还有短程防空系统等等。而俄罗斯在这几天也被发现，他不断的往来德黑兰，是否在暗中援助伊朗呢？被拍到他的运输机不断的
的在这个德黑兰的附近，被猜测可能就是在提供军事的援助，或者是为最高领袖在撤离上面来做准备吗？我们今天看到伊朗不管在军事、经济、外交上面都已经开始做准备了，而美国另外一方面，除了动武可能接下来的动武之外，制裁也在进行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了。伊朗这个快速的动员，还有包括它的军事武器都准备好了，还透过俄罗斯取得一些技术，代表它已经准备要对美以正式的发动攻击了吗？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中东地区的安全会如何发展？伊朗真的有能力打败美国跟以色列吗？干哥怎么看？好，伊朗跟委内瑞拉情况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斩首，你也没有办法活捉。那个哈米尼，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坦白讲，这个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他们的那个防卫跟他们的一个保密的系统其实是蛮健全的。所以说，你如果美军或者 CIA 他们要得到先期的情报跟资料的建立的话，老实讲一句都是蛮片段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川普在下手之前，他要考虑再三。去年6月，他用 B2 轰炸机解决了一些伊斯法罕的那个地下核设施，那是用空中武力做得到。但现在你遇到的是伊朗的情势动乱，它已经衍生成为全国性的暴动。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看法他们的统计数字说，可能死亡人数已经上千了。但是我们就是国际媒体没有办法进到现场去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只听到很多周边的报道。那伊朗官方是说已经死了100多名安全部队，那你可以向上推的话，那平民死亡的应该是在这个5到6倍，所以我们认为是500-600人的平民死伤，这是可以被预估的，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直接去干预伊朗的内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不太大。为什么？因为那个就必须是要出动正规部队才有办法做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有人说美国在波斯湾、在中东当地现在没有航空母舰怎么办？不要多虑没有航空母舰，我们还有这个 B1 轰炸机跟 B2 轰炸机，再来我们还有核子潜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对针对性的目标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这是美国的强项。也就是说，精准打击。什么叫精准打击？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伊朗的神学就是说那个宗教政权的最高的指挥部，也就是说哈米尼他的住所或是他的开会的地点以及革命卫队这些将领所群聚的地点，这些资料美国全部都有。一次打击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端赖美国情报的准确无误与否。所以说，你既然美国在地中海上或者是在波斯湾上现在没有航空母舰，那并不代表美国就不能够出手干预，因为美国是全球的力量。所以，就算是航空母舰上面的战斗机，也没有办法飞那么远，因为从亚丁湾、波斯湾飞到伊朗境内再回来，已经1000多公里了，这是战斗机的极限。所以需要轰炸机来做。美国最有可能就是出动 B1 结合 B2 两种飞机一起来对点式的精确打击，这是最有可能的。不然就是在海里面的，你根本找不到它。核子潜艇直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伊朗自己本身的防卫力量。伊朗还是跟委内瑞拉一样，它有 S-300，甚至有 S-400，俄罗斯最精锐的防空武器。那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伊朗空军可不是三脚猫伊朗空军从巴勒维国王时代就非常有名，大家还记得1980年到1988年的两伊战争，伊朗空军打伊拉克空军两伊战争，那根本就是摧枯拉朽，伊拉克空军根本不是他对手。为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伊朗空军在40-50年前是美国人训练的，它是由美国训练的，所以现在它还保有 F-14熊猫战斗机，大家相信吗？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捍卫战士》那部电影里面，伊朗怎么样，他都想办法保存下了 F-14熊猫战斗机的战力。虽然现在大概只剩下50架，因为当初买了80架，
然后伊朗还有很多美式装备，到现在还能用 F4幽灵式战机、F5战机，现在都能够用，所以大家就想说，原来伊朗是这么强的国家，对他的空军飞行员非常优秀，他绝对不是马杜洛的那个空军完全不上来迎击就垮掉的那种空军，所以大家要知道，伊朗的空军非常强，但伊朗海军只有炮艇式的那个飞弹巡逻舰而已。那伊朗陆军的话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就是用了这个叫做巴斯基民兵啊，他们现在坦白讲一句，他们没有养一支陆军，因为他们都是靠民兵。那伊朗其实他真的拥有的陆军叫做革命卫队，对，啊，他革命卫队的人数不超过10万人，那所以革命卫队其实老实讲，那是一种象征性保护什叶派政权的一个兵力而已。那但是真正的实际的作战能量如何呢？其实外界不知晓，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大概这个伊朗的陆军啊，没有办法跟现代的先进国家的那个国防武力来相比较，因为他们都非常封闭，而且不跟外界交流，所以他们的资讯坦白讲一句，都是我们外界很难知道的。那所以他这次靠那个巴斯基民兵呢去镇压这场活动，听说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民。那这场暴乱是从2022年那个叫做艾米尼的一个22岁女学生引发到现在。讲句实在话，为了一个女学生她没有包好头巾而引发这么大的动乱，其实我觉得对于伊朗政权而言，那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说，川普现在已经想好了计划要发动。我的感觉啊，就是我个人的观察，这几天就会进行很大程度的军事干预，而这个军事干预呢，可能会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美国可能要下定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达到他在委内瑞拉树威之后，又在伊朗创造一次美国奇迹的美国胜利。对于川普的未来的连任他想要再连任，到底行不行呢？我看就看这一役了。好，中东战事一触即发，有没有可能伊朗成为在继委内瑞拉州川普下一个就即将要拿下来的地方？因为刚刚干哥提到说伊朗的空军特别的强嘛，那其实伊朗现在也在打一种心理战，甚至先发制人，他想要先攻击，在美军先攻击前攻击美军基地，是否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遭袭的话，美伊是否会跨过战争红线？大使又怎么看？美国如果要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话，那一定是这种定点打击，然后呢是重要的这个战略，或者说的目标，包括人，除了这个核子基地然后重要的这个飞弹基地之外，要不然就是针对现在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涅，或者说是针对他的总统佩德西奇扬。那这些不是那么容易，那可是问题，现在美国就一直在给他出兵找一个理由，看起来他是找到理由了。因为川普在前几天他就说，你如果伊朗你开杀戒的话，那我就要动武了。那现在呢，这个到底多少人死不知道，这个我看这个有各种数目，BBC 是2000人，而且 BBC 把它讲得非常恐怖，说医院里面那个尸体都叠在那个地方，而且呢，我这些家属去找到尸体的时候，每一具尸体还要花钱赎回，那是人间炼狱，那可是问题又有美国的一个比较受到，就是说其他的 NGO 比较有公信力的。我不是说 BBC 没有公信力 ，BBC 前一阵子被抓到拿美国 CIA 的钱嘛，对不对？那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美国有一个人权活动家的一个新闻社，他给出一个详细说，他说死亡人数538人，那么被捕的人数有1.06万人，那外界一般说这个数目比较可靠，那你要知道这个是伊朗全国，伊朗有多少人口你知道？9000万人，而且伊朗的国土有多大？伊朗的国土跟我们中国的新疆几乎一样大，160万平方公里。我们新疆是166万，伊朗就160万，是。所以呢，它有30几个省，所以说有一半省份都陷入了动乱有动乱发生。那可是呢，德黑兰最近
有人住在德黑兰的这些外国的侨民，现在发回来的消息就是说，超商、银行、政府部门正常营运，然后呢，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没有大规模抢购的情况。那我也看到大陆这个相关媒体报了德黑兰的街头，还是上班时间街上都是车子。所以一个国家发生动乱，你可以找到点，因为西方的媒体拍出来很多大规模的抗议啊，纵火啊、爆炸啊，对不对？然后拿这个巴勒维时期的国旗拿出来，对，然后还有这个伊朗的国民军，2个国民军把这个巴勒维的国旗在地铁车站展出来，这些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哇，广泛疯传。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很普遍？不过事实上，伊朗是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点了，因为1月8号当天，伊朗的这个政府下了一个决定，叫断网。断网，甚至电话通讯都断了以后，看起来整个情势立刻就平稳下来了。那个时候，很多内部的这些在抗议的团体向外界反映说，请你们赶快叫马斯克打开星链计划。对。然后那个也外传星链计划的地面接收器马上运去了3到10万个，可是呢，后来又传出来说，没想到伊朗的这个电战能力那么强，居然把星链计划都把它屏蔽了。所以呢，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伊朗的动乱，起码西方要不然是找不到新证据，要不然是没有消息传出来，看起来好像态势比较平静。不过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一次经济引起的，它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或者宗教团体在后面做长期的支援。所以呢，只能说美国失去了一个出手的机会。那是不是还可以找到机会呢？那伊朗已经强烈反映说，你打我就反击。对。那现在就看川普打不打。是好，如果说川普接下来真的打的话，那接下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它的角色又是什么？会支援吗？还是袖手旁观？那上这个又怎么看？我讲这次其实之前的动乱当中也查出说有一些枪支火药，那这个部分在伊朗那么严格管制枪支的环境，还有宗教教义的地方，无疑的一定是外来力量，那么也开始要介入，想要浑水摸鱼哦。比如刚刚大使前面所讲的，这可能当然也是前阵子美国或川普表达他要对伊朗动武，如果不是内部动乱的话，单单就先前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军事性的部分东西，其实恐怕不见得是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其实这次确实在伊朗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空前危机哦。那到底能不能怎样？到底会不会整个伊朗崩解？当然，在欧美的媒体里头都在看谁，哇，你要崩解掉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伊朗还是有透过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技术性，因为所有的这些的混乱都是扩散。所以，当你网络真的一断了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干嘛，你连自己的同路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联系上，所以这确实是釜底抽薪的这一招。不过，我们还是看到说这个东西，你说能够解决吗？我不认为，因为要知道这次的动乱它太深沉了。它是从民生最核心的东西，因为被制裁太多年了，伊朗的社会里头，它的货币贬值到难以想象，所有的东西贵得离谱。他们现在讲说，普遍来讲，一般吃肉的部分，从每个礼拜可以吃2次到每个月吃2次。那所以这里头包括它的货币的一直改变，所以这种民生核心的崩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处理，现在只是暂时的止缓而已，它并不会就平静了。因为要知道，这次还包括伊朗整个产业的坍塌，因为你的石油各方面的出口都没有办法卖钱，因为被制裁了，不止石油都被制裁了，所以产业其实是这一次企业界是最早出来上街头抗议的，然后民众各方面加入，后来甚至连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加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伊朗其实在先前经历以色列战争，按照道理，民族主义会让大家摒弃里面的问题，不是吗？但你会发现这一次竟然没有哦，而且穆斯林的这个军事宗教性的控制或者这种把持，其实这一次也坍塌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只能说暂缓，但这种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俄罗斯呢，他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是他能做什么做的有限。因为中俄对于对先前对以色列的部分支持，它就是大国的支持，政治、军事、经贸的支持，碰不到民生问题啊。相较于过去美国来说，美国就是跟伊朗敌对，它的情报战，它就是深入基层、民间、学生、企业各方面，在里头煽动，
那川普现在虽然没有像过去美国之音已经被停掉了，没有办法接申论，可是伊朗已经是自己内部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中国跟俄罗斯这次会感受到，如同委内瑞拉一样，大国友好的合作，通常友好的关系，情报战。做的就不会像美国敌对的关系，情报战做的这么细密，所以支持的程度对于民生社会，中国俄罗斯就碰不到，碰不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次伊朗跟委内瑞拉会对于中国跟俄罗斯整个它的联盟关系，包括情报的核心，我认为一定会重建。好，谢谢尚志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伊，难道又要开战了吗？这回以色列联手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先来做开火呢？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则是另外一方面传出年产能达到了3000枚的飞弹，让以色列非常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铁穹末日来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的最新披露，他们说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在准备，接下来要跟川普讨论了是否再度的对伊朗来开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资说，伊朗的弹道飞弹年产量啊，可能一口气攀升到3000枚左右。这一回可以说是吓坏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上我们聊过，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一场以伊12日战争吗？被称为是矛与盾的对决。伊朗当时发动了这一场饱和的攻击，出动它的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打爆了以色列的铁穹。现在以色列担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到年产能达到3000枚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话，是否就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铁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这一回他就想说，那干脆我先动手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以色列他说的，伊朗可以年产量3000枚的飞弹是真实军情，还是一种可以对他做这种军事动作扑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体报道可以达到3000枚的话，产量，那是否以色列还守得住吗？委员怎么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然后伊朗啊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对，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对，那对于这2个国家的矛盾哦，实在是很值得探讨。怎么说呢？在巴勒维王朝时代，就是在1970几年，这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2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尽管以色列打了什么6次中东战争啦，伊朗都没有参加，而且伊朗还支持以色列，他们好得不得了，哎，那什么时候翻脸成仇啦？是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啊，这个对于他们这些新的伊斯兰教掌权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要来消灭伊斯兰国家。那在以前，伊朗的认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么打跟我无关，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伊斯兰人哦，跟伊斯兰教哦，跟以色列犹太教我们同源，所以啊，有这么一个认知，它基本上平和。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它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越结越深。可是，在巴勒维时代哦，巴勒维伊朗的军队国防军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所以现在啊，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的国防军是很不放心的。他现在的导弹全部是革命卫队在控制的，跟伊朗国防军是没有关系的。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都是。但偏偏啊，这个革命卫队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所以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啊、政治啊、武力啊的一个软体。现在它号称有3000枚，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晓得。那但是它恢复到500枚以上没有问题啊，没有。那对伊朗的生产能力啊，以色列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然后采取行动一定要美国同意啊。
美国会不会同意啊？当然会同意啊，对啊。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铲除一样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国还帮你守，还提供适当的炸弹等等。所以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以伊战争啊，这个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就像一个永远治不好的香港脚啊，就偶尔打一下，偶尔抓一下，偶尔抓一下。那你说会不会爆发大型战争？又不会。所以都是空战。那所以以色列要准备被伊朗的导弹揍一顿啊，伊朗也要准备被以色列的空军揍一顿，因为空军携带的炸弹毕竟是比你导弹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爆炸量比较大。那你的导弹呢，因为打太远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哈，所以你要靠很多导弹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你没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军来啊，再那个炸弹又便宜，随便他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啦啊！而且中国、俄罗斯也帮不上伊朗的忙啊！伊朗内部又是一个很投机的，以前中国帮他忙还被他咬一口，什么事都发生过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济吧。好，以伊战事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触即发。那这当中除了这个以色列担心的部分，就是它飞弹的发展，他们还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协助伊朗，那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伊朗造这个飞弹之外，还有提供卖给他武器。第一个有2个证据，美国的媒体说的。第一个，美国说呢，他的11月份美军的特战小组当时在印度洋的时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国大陆的船舶，扣押了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所以他们就是要打死伊朗的军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时候，美国国会爆料，中国多次的向伊朗运送它的飞弹推进剂关键原料，这个叫做高氯酸钠。好，这个是在飞弹上面协助伊朗。另一方面，他们也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卖跟这个伊朗呢协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给他红旗9B 的防空系统，还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装备都有可能会给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杨老师又怎么看？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嘛，别的国家没有在制裁伊朗啊。因为伊朗自从在奥巴马时期跟西方，包含俄罗斯、中国大陆签署了核协定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国家都解除对它的制裁了。后来川普一上来之后，又退出这个核协定，可是欧盟、中国都没有退出啊。那但是川普一的时候呢，就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常备管辖，说华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业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间有夹有美国技术的这些零组件卖给伊朗，也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这个是你美国在制裁伊朗，你美国去打伊朗的所谓的核设施，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然后美国的政府的情报单位自己显示，其实根本没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伊朗的核计划现在虽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一些指控，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它在发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实是在浓缩铀的层面，而且是在这过程当中很清楚嘛。那是因为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然后呢飞弹整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自保一种战略。那但是很明确，它目前没有核武器，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联合国下令制裁伊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当然，你说军民两用的东西，这里面是要管制，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高氯酸钠，它是做火药，那但是也可以做飞弹。这些层面，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就牵扯到就是你跟这些。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冲突，但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内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国大陆自己的民间企业去接伊朗的这个商业的订单呢？那只要通过它大陆出口的军民管制的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好像在帮助邪恶轴心。其实只有美国自己啊。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大会通过一个决议，153个国家支持，6个国家放弃，包含以色列。什么决议？
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的救难人员，结果只有美国反对。是美国站在全世界在加沙问题上的另外一边呢，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就是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舆论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国当然跟你说了，伊朗想要去发展核武，所以呢，别的国家你现在有点在帮助他啊，你透过民间，那因此我要拦阻你，可以啊，你就这么做，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跟别的国家站在对立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他有发展核武，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核武。对，那别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自圆其说，他自己的常备管辖。确实哦，所以现在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之下，它持续的加强它的空防，补齐它的战力。那刚刚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国大陆买它的红旗9B 之外，另外2个还是在评估当中的，就是它的歼10C跟歼20了。这一整套我们刚刚提到的3款武器，过去更是在这个印巴空战中击败过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完成这些武器相关的部署，当然也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买啦。那以色列还会有优势吗？吕舰长又怎么看？当我们每一次都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在看伊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以色列呢？我们都用望远镜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当中东已经获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应该要恢复到正常内阁要重新改选的时候，纳坦雅胡这时候就来了。但是呢，我相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是很困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刚刚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中东这一个部分了。其实中东的部分，他们是要撮合那个大家来扩大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协议。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中东情势哦。川普最新消息已经夜袭了奈及利亚，但是有一说是否剑指的是伊朗真正现在中东最紧张的地方呢？来看到伊朗现在说3000枚的飞弹已经在待命了，包括来自于大陆的歼20、红旗9加持。那美国跟以色列还会继续的来开战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特别关心到中东要来做解答的话题。耶诞节，川普下令了空袭奈及利亚，这一刀现在在看会不会也是在为伊朗接下来的攻击来试水温呢？第二件事情，伊朗放话的，他说2000枚飞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在特拉维夫这边做试射，再加上呢，他们现在正在修复他们的 S300，还有飞弹，现在说年产量啊，已经开到了3000枚1年了。以色列能够成功把美国拉下水，一起先发制人攻击伊朗吗？这个是第2个问题，我们会一起做解读。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会不会提供给伊朗，包括它的歼20、红旗9跟歼14的雷达？如果进入伊朗的话，美军的 B2还能不能想飞就飞，撑得住吗？以色列的 F35还会是中东现在唯一的王牌吗？今天就军事武器，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好，明明就是这个耶诞节，大家全世界都在欢庆耶诞节，但是这个时候，川普选择要出征，地点我们来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下令的是空袭奈及利亚。此次的军事行动，他以打击伊斯兰国 ISIS 为主要的名号。那耶诞节当晚，我们特别要来看到画面。美军军舰发射飞弹，划破夜空，请导播带我们来看。除了飞弹划破夜空之外，战机也飞越到了非洲的上空，直接对奈及利亚的西部发动了惨烈的空袭。这一场空袭行动，目前死伤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但是至少已经造成5人死亡、35人受伤的惨剧。川普亲自在他的社群上面写下了：今晚我以3军统帅身份对奈及利亚西北部伊斯兰国的这一些恐怖分子发动致命空袭，因为他们过去不断对无辜的基督徒进行
残忍屠杀，是数个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他也祝恐怖分子圣诞快乐。川普用行动告诉世界，只要他点头，美军是随时可以在任何地方开火的。但是我们今天也要持续关注到的是，这一场攻击之下，是否会让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以伊冲突是否再次的被引爆呢？因为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纳坦雅胡他说的，以色列正在准备一份战争简报，而且已经送到白宫去了，并且再过几天而已，12月29号，纳坦雅胡就会亲自的拜访海湖庄园，他要说服川普再一次的和这个以色列一起来对伊朗动武。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上志哥怎么看了？川普突袭奈及利亚的 ISIS 和上次其实他攻击伊朗是有点像的，其实都没有征兆。这一次纳坦雅胡到了海湖庄园，能够成功的说服川普一起来这个攻击伊朗吗？那美国会这样子做吗？先发制人，上志哥怎么看？没有征兆，而且在耶诞夜哈，所以这个不是道德性的不能问题。但不得不说，川普最近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征兆前因后果，包括也宣布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要苛征高关税，也是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川普在川习会后哈，大概在整体我们看起这1个多月以来，在很多的思路方面好像也变得比较谨慎一点。那么全世界现在都在观察他是不是有在岁末的时候在考虑什么。但是呢，这次的这个突然耶诞夜下令攻击这件事情，还是让大家有所思维。为什么这样讲呢？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要发动战争，过往都是用威慑、威慑的方式，但是要到开火，其实肯定还是要理由。当然，美国其实找理由需要什么呢？他都可以嘛，哈，他就包括以这个恐怖分子，或者说你这个贩毒的团伙，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就说杀说打就打。过去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事后追究，有时候打错了，你能奈他何呢？甚至叫他赔偿都不可能。所以呢，这本身的这些意义，不得不说，在整个来讲，首先我们知道中东至少唯一确认是，川普没有让中东和平哦。他可能要乌克兰战场希望和平，那个是个泥淖，但中东这个地块他没有，所以我现在看到整体来说，我们来思维他为什么最近就说还是要在思考他的战略思考。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无论如何开战这件事情、出兵这件事情是个总统的权利。川普虽然是商人性格，他在关税战展现了很多仿佛是商业谈判，但是权力这种东西就只有军事才能够体现一个政治权力的绝对，所以他还是要出兵哦。那么包括奈及利亚现在在对委内瑞拉，大家关注的也是他什么时候出兵，但那边比较复杂，所以他考虑的没有像奈及利亚这小猫咪说打就打。是第二个部分是，确实他在中东没有停火这个意图，主要想也包括因为像诺贝尔平奖没得了哈，你不能说又得奖，然后说你都没有打过仗，至少人家奥巴马还稍微收敛一点点，人家得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得就可能先打，还是有些个人状态哦，这是大家要分析。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都知道，最近其实在美国方面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也公布了中国军力报告，对于美军总体性的跟中国的落差，川普确实需要一个提振的具体的动作，不只是用嘴巴或数字，所以他现在这个部分动作，我相信也会拉抬整个对于美军建军跟接下来的各方面的发展研发，要投出更多的投入的这个部分来讲，确实有个拉动的作用。但第四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伊朗哈。观察伊朗这件事情，算是声东击西、敲山震虎。对于奈及利亚肯这么做，对于伊朗现在传出跟中国是有一些在军事设备方面的部分的合作来讲，也应该是一个威慑的意义。好，所以美军很有可能真的会帮助以色列来针对伊朗做攻击。那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会这么的急？其实原因就是出在以色列已经看到了伊朗在军事上面，尤其他们的军力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几方面我们来看到军事武器上面他们怎么样去做升级。3点来看到 CG， 第一个 S-300的防空系统正在修复，第二个弹道飞弹的生产线现在已经全面是重启了。重点是这个飞弹啊，还是达到24小时不间断的量产，预估年产能可以到达3000枚。12日战争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伊朗实射了631枚飞弹就已经重创以色列了。这一回伊朗再对以色列喊话，他说呢，下次如果再爆发冲突的话，那就不是600多枚飞弹的问题了，他会发射包括了2000枚飞弹，那么数量还有速度、机动、变轨会同时的一起用上。那包括了这个2000枚的饱和打击，再加上法塔赫1等高超音速飞弹，以色列这一回到底挡不挡得住？厉将军怎么看？
以色列这回会挡不住。我认为说是，美国一定会协助以色列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对伊朗来实施攻击。要不然的话，以色列极可能会遭受到灭国之灾。那为什么我讲到这么严重？因为战争的形态已经很明显的改变了。那以色列它整个国家最大的弱点是在它的国土没有什么战略纵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四面环敌。第三个来讲的话，他在这边立国之后，跟周边的这些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好好的睦邻相处，反而不断的制造仇恨。尤其像现在加沙走廊的情形来讲的话，它可以说是对周遭的国家不只是这个让他们仇恨而已，根本就是加深他的人道的这种危机。所以那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那12日战争里面，我们看得到。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可以凭借它的这种防空导弹，所谓的大卫投石或者剑山，甚至铁穹系统，拦截住大部分的伊朗所发射的导弹。但是当战争过了中期以后，我们慢慢发现说，伊朗已经找到诀窍，怎么样来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网，然后精准的命中他所望达到的、所要涉及的这些目标。我们看到以色列几个重要的地标来讲都被达到了，包括他们的机场，包括港口包括到纳坦雅胡自己的别墅都遭受到命中，还有他们的情报中心也被打到。可见的后半期来讲的话，伊朗已经找到方法。当然，由于美国的介入那第二个美国的介入，那能够让这场战争那时候收手。那另外一个会收手的，伊朗那时候会收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完全没有空防。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最大强大就是在它掌有整个中东地区的制空权，也就是它有 F-35战机，美国提供给它 F-35战机。那伊朗来讲的话，它制空权是完全没有。其实以色列来讲的话，它防空的性能，我们这次已经看到有很多漏洞，包括连胡塞组织都可以很精准的3不5时打中它的国际机场。那如果说是伊朗之后来讲，如果说能够同时这个现在来讲大量的制造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然后提升它的性能，而且可以同时以一次200枚齐射的方式做一个饱和攻击来讲的话，我认为以色列以它现在的防空能力来讲，它是挡不住的，因为它国土没有很深的纵深。我们经常会讲说不对称战争，不对称战争。我觉得伊朗这次对以色列，其实上他用导弹的攻击，而不是用传统的战机或者战车这种传统武器来攻击，它可以说也是一种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模式。那后续来讲，如果以色列不跟美国联手，先摧毁伊朗的这些生产导弹的这些工厂跟设施来讲的话，那一旦伊朗这个壮大之后，我觉得他要去拦它，那是非常的困难的。好，确实如将军所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伊朗过去缺乏它的制空权，所以可以看到它现在也不断在加强它的空防。除了刚刚特别提到超高音速导弹之外，还包括接下来会有来自于中国大陆更多的支援，不管是在隐形战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导弹，甚至是雷达预警等等。那其实呢，我们看到最新市场传出来的消息，伊朗呢，它已经计划了，接下来会用20亿美元的石油来换来自于大陆的武器支援，3款武器。赶快来看到第一个大陆的歼20隐形战机，第二个红旗9防空系统，最后是歼14预警雷达。等于说不只是买武器，这是买的是一套作战体系，反隐形、防纵深打击。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军的 B2 还可能自由进出在伊朗这边吗？以色列的 F-35是不是这一次真的在中东遇到很强劲的对手了？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伊朗他拿20亿美元买这些相关的武器装备啊，效果有限，因为毕竟伊朗的幅员太广阔，你这20亿大概就是600亿台币，能够买多少？你要买飞机，飞机都很贵的，你能够买几架歼20，你要买这个红旗9B 的地对空的飞弹，你也能买几套？这伊朗那么大，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歼14的预警雷达，歼14是中国大陆电子科技研究所第14所，所以拿歼14。我说歼14一般来讲都是飞机啊，歼15、歼16、歼20呢，怎么会有歼14的这个预警雷达呢？那个可能是第14的电子研究所专门做雷达，拿这个来命名，所以他对这个名词还蛮陌生的。我认为伊朗出了3个问题，第一个经济问题没办法支撑他的国防需求。因为他要建立很完整的空军，空军很烧钱呐，飞机雷达都是非常贵的。
20亿杯水车薪不够，我认为经济没办法。伊朗现在的国民所得，每一个人的 GDP 4200块美金，穷不穷？穷啊！你还有没有这个钱？打仗就是钱了，军备还是钱呢？我认为伊朗经济没办法支撑。第二个，买了这些歼20，还有红旗9，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反逆中雷达的这个雷达系统，这个东西你要训练，你训练个飞行员没那么容易的，要很久，要基础训练、高级训练，然后再换装成这个歼20的这方面的飞行训练，也变成一个完全的飞行员，要很耗时间的。然后训练完毕之后，你要不要组合训练？要组合训练，你不能只是单打独斗。现在已经进入系统化跟网状化作战的模式了。你要真的要单打独斗，还真的不行。要搭配预警机，空中预警机能不能发现？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哦，没办法发现，然后把这个讯号给歼20，歼20去对这以色列来这个突穿进来的，来这个拦截他的 F-35，或者是美国的 B-2幽灵轰炸机，这个都要组合训练。不是只能单打独斗，是你还有空地配合，空地配合要做，这一经过训练，没有3年5年下不来，所以我认为伊朗想要建制成这一个具有这个空权的这方面的打击力量，我认为还要一段时间。另外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情报战，打仗打情报，美国的 CIA 中情局跟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摩萨德两个联合起来，这伊朗怎么部署，可能都被以色列跟美国抓得一清二楚，摸得一清二楚哎。以色列会不会将来会不会先发制人？一定会先发制，一先发制人之后，伊朗就站在劣势。所以在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情报系统，我认为在经过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我认为伊朗是劣势，几乎崩溃，好像里面还有内应。那以色列在这方面占有优势，所以我认为在未战之前的情报战，伊朗在这方面就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想要建制成一个很强大的空军的武力，我认为还有一段路要走。关心完南亚的局势，我们带观众朋友持续要来看到另外一个火药库。我们今天会关心几场重要的火药库，包括在南亚国家，再来中东国家。等一下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在俄乌。我们现在来看到在中东哦，现在以色列的铁穹这边又再被曝光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在政治态度上面现在确定向中国大陆靠拢，向习近平投下了投名状。那么以色列叫板以色列说要再战一回。恐怕这个战火又是要一触即发了。我们先来关心到的军事上面的消息，真的是没有最强的盾，只有更狠的矛。这一场以伊之间的战争12天，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记录下了整个铁穹系统崩溃的一个记录。那么伊朗确实在前几波飞弹的命中率，大家观察到从一开始到8%而已，但是一直到这个战事的尾声，这12天战争到最后面的尾声的时候，成功率不断的飙高，一下飙高到16%，最高甚至飙高到37%。现在大家在军事专家做观察，其实也没有所谓的什么黑科技给伊朗使用上，而就是在伊朗它的打法跟它的战法上面有所升级了。特别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就是它战场版的 A/B 测试，它在战场上面不断的做修正，包括它去研究什么角度射的比较准，什么时间打铁穹是铁穹最忙的，还有哪一些时间点发射是让雷达容易疲乏的。掌握这一些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要做多点分散、低轨突防跟时段错开的打法。那么确实就在短短的10天之内，把铁穹的这个节点找到了它的死角，那么让伊朗的战术因此大升级。另外，伊朗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使用的是低成本、高密度、高频率的消耗战。也就是说，以色列的铁穹拦截弹每一发达到5万美元，但是伊朗我们看到，不管是它的火箭弹、无人机都是便宜的，而且都是自制的，所以让铁穹最后打到见底。现在呢，包括了以色列这边也开始担心了，伊朗持续的这样子打下去，会不会只是用在伊朗而已，甚至可能扩张到其他国家，也用这种方式来打，像是胡塞、像是真主党，甚至北韩都会来复制。那么接下来整个全球的防空体系，甚至到美国的，都可能因此崩盘吗？为什么伊朗这次能够成功？商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现在这个只要是要去反弹啊，都是这个上势对下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弹道飞弹或无人机都是比较相对的都比较便宜，但是今天你要去反弹要去打它的话，那我们知道你就是拿高价装备去打低价装备。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划算呢？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他也只能
最佳的方式，按照杜黑的制空论来看，应该是攻击他的这些导弹设施，或者是机场，或者是无人机发射的基地，跟他做地面上做摧毁。等到过来的时候，要飞过来的时候，你再就是拦截的话，你都要发2到3枚，你不可能一发1枚，发1枚大概命中率到最后面只剩下6成5而已，你3成5是突防成功的，那你要打2枚到3枚，那就很贵啦。你要来1枚，你要打2到3枚，你要来100枚，你要打200到300枚。那你到时候你这个是按照成本效益来看的，战争成本来看，你就不服嘛？是这个状况。第二，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冲突之前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它已经消耗到非常多的铁球，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打了很多的火箭弹，他马上派铁球去拦截，你就消耗很多。同样，黎巴嫩真主党也是打很多的火箭弹，以色列也消耗了。那现在换到这个第3波是伊朗，那以色列还有多少铁球？那就消耗的差不多了，那就见底了，是这个状况。而且先前的这个铁穹是新的，后面的铁穹啊都是你要这个储存行之有年的这些储存弹，就没那么准，是这个样啊。那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个消耗战。另外我们看了，越来成本会越高。你看看这一次这个伊朗打过来的，这个以色列拿这个萨德的剑2、剑3的这个反弹。又拿爱国者飞弹反弹，到最后大卫投石所跟铁穹系统启动，你看那么多的，这结果还有人突防成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将来的飞弹呢有3个特色：第一个，速度越来越快，高超音速导弹，你怎么拦截？所以这个伊朗有突防成功过。第二个，将来的这些弹道飞弹，它会变轨，一变轨之后呢，本来是一个弹道曲线，结果变轨的时候，哎呦，这个曲线变了，电脑一换算不对，因为它已经变轨了。有的突防2次变轨、3次变轨，根本抓不到，因为它在变轨。雷达一换算之后就跑掉了，一来一换算之后就跑掉了。这是第2个短板，要去拦截没那么简单。第3个，伊朗可以用饱和攻击，一饱和攻击那么多怎么办？当掉，因为太多了，不知道来哪一个，那么多，又是无人机，又是巡弋飞弹，又是弹道飞弹，怎么办？同时到达，不同时间发射，但同时到达，它可以算时间差来分批进入，但同时到达。所以以色列马上就是这一个防空系统饱和，然后伊朗就突防成功，造成以色列的拦截失败。所以这个有招数可以去破它的。那看这个最主要的运用的指挥者，这个战区司令怎么样去计划，怎么去用兵，怎么去发扬火力。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一次在这个以伊战争的优势，不管是打消耗战，还有它的飞弹的攻击力，还有整个最后的战法不断的升级等等，都是成功的关键。同样的问题，那厉将军又怎么看？这个我们先讲这是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这个飞弹的拦截率来讲哈，初期的时候它大概只有8%的拦截率哦，那中期的时候它提升到16%。这个突防率了，我讲错了，应该说突防。伊朗的导弹突防以色列的命中率，后来提升到原来只有8%，提升到16%，到最后这个6月22号那天发射了27枚导弹，那命中了10枚，也就突防率达到37%。那为什么说射程、时机、角度、坐标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特别要提一个战例就是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美军在波湾战争那时候他们的爱国者导弹也可以拦截导弹他们拦截那时候是这个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那时候有一天这个飞毛腿导弹这个射过来的时候，他要打美军的那个基地那个营区，结果飞弹直接命中营区，爱国者飞弹连发射都没有。那时候那个爱国者叫做爱国者2内型。他没有拦截，连发射都没有。后来波音公司就特别去了解，派了很多技术学者去了解，为什么这颗导弹连发射都没有，什么地方坏掉？后来他们检查全部都正常的，都没有故障，只有一个地方错了。什么地方错？因为他们爱国者拦截接收天上的卫星的讯号，那因为它没有适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说它接收卫星信号跟原来那个地方接收讯号是不一样的。地球一直在自转。例如1秒钟转的是467公尺，也就是说你这1秒钟接收到的信号，你如果说是没有变换阵地，那电脑里面可能它就计算错误。后来他们发现说，电脑是发现什么？爱国者的这种拦截系统电脑，他看到飞毛腿，但他计算时间，他认为是昨天的事情，不是今天的事情，所以他导弹就没有发射出去。所以大家要知道，我想这个就是这个所谓导弹去拦截导弹完全都是电脑自动化在控制。
不是你想象中，人员看到电脑我瞄准在射击，不是，而是完全电脑，而且这个速度是非常快。你看地球自转1秒钟就467公尺。后来也因为如此，他们知道，第一个我必须这个爱国者导弹每天要变换阵地，要跟天上卫星要连线，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也因此才开发出爱国者3这型导弹出来。所以这次来讲的话，那当伊朗掌握到这个诀窍，它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角度，让你的天上卫星没有办法100%很精确的可以计算出来，你应该什么时间该拦截，你拦截发射的角度、拦截发射的距离来讲的话，就会有误差。比如我第一枚从这个地方打，第二枚从另外一个时间打，那你第一枚可能电脑计算到了，但第二枚你可能这个误差，比如说我差了这个200公尺。200公里发射2枚不同的话，那你第一枚这个电脑接收雷达所接收的时间跟第二枚所接收的时间就有差别。你第一枚可能拦截到了，但第二枚来讲，你可能就误差了这个2-3公尺。那这种2-3公尺，弹头对弹头的撞击差2-3公尺，你就拦截不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伊朗来讲的话，他可能也掌握到这个诀窍。那当然对美国来讲，如果说是这个使用爱国者3的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去研究那怎么样来拦截跟这个反拦截。所以矛跟盾都是不停的在进步了。就像那一年对波湾战争，他们研究出来爱国者32德缺失以后，改进成爱国者3。那这次爱国者3如果说再失败，他们会不会继续再研发爱国者4？或者更精进的这种拦截技术，这可能美国要必须去开发跟研究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就军事面了解了这个伊朗，它透过这个导弹，还有战法上面的提升，包括整个精准的抓到发射时间，还有精准度等等，来能够把这个以色列给压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政治上面，伊朗现在是不是完全的向中国大陆靠拢呢？因为它过去其实比较是左右逢源，不管是在美国跟北京之间，但是这一回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画面上这个伊朗的外长跟王毅见了面之后，他亲自致谢，也强调坚定不移要推动对华战略伙伴关系。他说愿意纳入中国大陆的战略框架里面。同时间他也认为说，不管是美国跟以色列也都靠不住。伊朗的态度现在表达得很明确了，但是中国大陆呢，他会愿意来接受伊朗下的这个投名状吗？他会认为它是可信的吗？那同时间，伊朗现在不断的呛瞎美国跟以色列，它的底气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北京吗？杨老师又怎么解读？1979年之前，伊朗其实跟美国关系非常好，但经过革命之后呢，跟美国完全对立，被美国制裁到现在。但伊朗它其实是个区域大国它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土地、人口。那最重要的是，它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尤其是油的资源。所以，它过去虽然遭受了美国的制裁，但是跟苏联后来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在军事上、经济上都还算密切因此呢，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它虽然遭受制裁，可是维持它大国的身份。那同时呢，也跟在就是其他中东国家，特别是沙烏地阿拉伯所领导的这些逊尼派呢，在做对抗。因为伊朗是什叶派，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的角色是比较弱的。但这过去20年来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当然中国的角色变化，那另外一方面你就看到，尤其是在近这5年10年，中俄伊3国的联合演习虽然是小规模，可是呢也在开始了，有3年4年之久。同时，9年之前，伊朗本来要买歼17的，大概那个时候就是对中国的理解不够。9年之前嘛，那但是呢，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可是也经过了跟以色列跟美国这个战争之后呢，他知道现在的俄罗斯大不如以往，现在的中国跟以前大不同。所以你在这个区域还是个大国的情况之下，你当然要选择谁靠背向为谁，你才能够更进一步跟以色列跟美国去做竞争，对突破美国的这个制裁。那我觉得从伊朗的角度，这应该是很清楚的选择。对。那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一方面，过去因为它被长期的这个美国的制裁，所以很多的经济进不去。比如说20年来，中国对沙烏地阿拉伯、对沙特的投资超过500亿，但是对伊朗投资不到30亿，那是因为被美国制裁，所以很多企业不敢进去。
但是另外一方面，它90%的油是透过各种的管道进入到中国大陆。可是呢，现在你看到在军事、在地缘战略层面呢，我觉得其实中国还是会重视伊朗。就我一开始所讲，它是个区域大国，它有优秀的战略的这个位置，它有优秀的能源，那以及人口。最重要的是，它跟沙特之间呢也在做和解，北京的这个协助之下，所以我觉得后续中国大陆在整个中东的这个战略哈，应该伊朗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